这是末世下的一种变异丧尸。 You cracked. I break. You stab. 在夫妻俩的合作下，这只被钙化的丧尸终于被解决。事情还要从上集说起。上集说到，瑞克在米琼恩的帮助下，终于是走出了心结。他不再执着于返回公民共和国。既然 CRM 认定了他们死于飞机失事，那还不如趁此机会逃离他们的掌控。随着那栋大楼的轰然倒塌，俩人在里面生活过的痕迹也被一并抹除。 搞定了一切后，夫妻俩也开始享受着开心愉快的归家之旅，好似度蜜月一般。路上他们饿了就停车寻找补给，不曾想却意外发现了整整一车的方便面，还是他们最爱的酸辣牛肉味的，简直就是出门旅行的必备佳品。当晚他们便留宿在了这里，吃着美味的泡面，享受着难得的安逸。第二天清晨，俩人也是早早的接着赶路，好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这天更是发现了一个汽水售卖机，只是被一堆藤蔓给缠绕了起来。 就在俩人发愁的时候，一只脖子上卡着刀的丧尸走了出来。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这下吃的喝的都不缺了，都快赶上春游了。下午的时候，他们在路过一家郊外的商店时停下车来，二人打算进去再搜寻一番。进到里面的第一时间，俩人便默契地分开查看屋里的情况。这是末世10多年养成的好习惯。确认安全后，他们便惬意地挑选起来。瑞克趁米琼恩不注意，偷偷地拿起了一条项链。他把其他的字母掰掉，只留下了一个，打算给妻子一个小惊喜。这时，米琼恩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是一把小型斧子。他打算带回去送给小儿子，因为朱迪斯受他的影响已经学会用刀了。他希望 RJ 能跟他的父亲一样用斧子。接着，更让他们惊喜的是，这家商店居然还有供游客居住的林间木屋。看来今晚留宿的地方有着落。收拾了一番后，俩人背上行囊，朝着树林深处走去，打算去林间小屋暂住一晚。就在他俩查看公园标识牌的时候，远处却突然传来了求救声。俩人不做迟疑，赶忙朝着声音方向跑去。来到跟前才看到，原来是3个幸存者遭遇到了丧尸的袭击。瑞克赶忙提着砍刀冲上去帮忙，接着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他俩也没想到这只丧尸的皮肤竟如此坚硬，普通的攻击根本破不了防。好在瑞克拥有一只无情铁手，一拳下去便轰碎了丧尸钙化的皮肤。夫妻俩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幸亏他俩来得及时，3人并无大碍。只是女人的脚踩到了陷阱，受了些轻伤。他们十分感激夫妻俩的出手相救。这时，左边的男人解释道，表示附近有着一处硫磺矿山，而这只丧尸在浓烟的长期侵蚀下，这才发生了钙化，脑袋长出了岩石。还有一些湿漉漉的丧尸，像饺子一样，有尖的有主的，到处乱爬。听着男人语无伦次的解释，米琼恩猜测他们应该是饿出幻觉了。瑞克一瞅媳妇都发话了，那还说啥？直接放下了背包，让他随便拿。我米姐也是大方的掏出了3包白象递了过去，想着在末世遇见了也是缘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可他还是小瞧了末世下人性的险恶和贪婪。Appreciate the help, but we're gonna need more. All of it, in fact. No, they helped us. It's nothing personal, and we are grateful. It's just the way things are, you know what I mean? Shit, it gets worse by the hour these days. You wanna just take it back? Yeah, we could roll this back to you just saying thanks if you want. 可格子男仗着自己手里有家伙，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想着再威胁一番。不料夫妻俩临阵起手，一个照面便将俩人干翻在地。接着他们慢悠悠地捡起了手枪，眼见碰到硬茬子了，男人赶紧表示想回到说谢谢的时候，可瑞克哪还惯着他，另一个更是吓得快要尿了裤子。瞅着俩人这窝囊劲，夫妻俩便想着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只要他们发誓以后不会对其他人做这种事，就放过他们。这给格子男整得很是不理解，他觉得现在这个时头能救活自己就好了，干嘛要去在乎别人？除了活下去，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东西都是痴人说梦。不过现在被人拿枪指着，他还是答应了下来，保证以后不会再去伤害其他人。听到承诺后，俩人放过了他们。不过米琼恩还是把那3包白象收了回来，这帮人就得让他们饿一饿才长记性。临走前，他俩还把手枪的子弹全都卸了下来，这是为了提防3人再动什么歪心思。他俩一个把空枪甩向远处，一个把一颗子弹丢向了另一边。Wait till we're gone. Keep your promise, asshole. 很快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夫妻俩也是顺利的到达了林间小屋。出于安全考虑，瑞克还在小屋附近布置了一些用来预警的装置。做好防护后，他在柜子里还找到了一瓶放了多年的威士忌，打算和米琼恩小酌一杯。俩人一边品着美酒，一边聊着白天发生的事情。虽然有些小波折，但这种联手对抗，或者说拯救全世界的感觉真的棒极了。趁着气氛正好，瑞克拿出了藏在口袋里的项链，
他现在只想尽其所能的弥补米琼恩，弥补这么多年来失去的美好时光。接下来的剧情依旧枯燥乏味，薯条还是帮大家看了。就在瑞克吃巧克力的时候，不曾想一个神秘人悄悄地解除了警报，然后轻声地朝着木屋走去。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口子还在睡梦中。Morning, lovebirds. Time to bed. Then yourself. Sit down. 来人正是简迪斯，没想到被这女人给找到了。但眼下对方用2把枪指着，李琼恩也只能按简迪斯的要求去做。虽说俩人能够反抗谋取一丝机会，可他们不敢去赌，毕竟不知道这个女人带了多少人前来。这时瑞克询问简迪斯是怎么找到他们的，简迪斯则嘲讽地说道：“虽然回收小队汇报了飞机失事的情况，可你俩的同时失踪，让我觉得很是可疑，所以我特意开车过来再查看一番。你们猜怎么着？我在倒塌的大楼附近发现了几具丧尸的尸体，感觉不对劲的，我就沿着90号公路走了一段，因为这条路是距离弗吉尼亚州最近的。直到我看到了一些方便面袋子，我就确定了你们肯定还活着。”听到这，夫妻俩顿时懊悔不已，但也反应了过来，简迪斯是一个人追来的。 You think I'm still her? I'm not. I'm not that woman from the heaps, either. We take, we don't bother. Didn't work. I am decorated Warrant Officer Jada Stokes of the Civic Republic Military. Defender of the Republic. You're doing this for you, Anne. No, for the Republic. If I were to let you go home, and somehow some other enterprising warrant officer were to find you, my connection with Alexandria would be discovered, and that important work would end. I saved your life. You took it. You took it from him. You took it from me. You took it from our children. All those years they grew up without their father. All those years I didn't know if he was alive or dead. You stole our family, Anne. 简迪斯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之所以没有在你们睡着时动手，是因为我得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只要死在这里，那么亚历山大就会是安全的，你们的孩子也会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You could have made other choices, but you didn't lose here. You won a different way. It's the end of your story. Let that be your peace. 瑞克猛一发力，把床推向了简迪斯，直接是把他给撞翻在地。李琼恩也是趁机捡起斧子劈了过去。No! We gotta go! 简迪斯出来后，赶忙驾驶着自己的车子逃离。你说你废话那么多干嘛？直接趁他们睡着的时候结果了他们不就行？非要让的刷下存在感，这下得罪了黑白双煞，你还能活吗？而瑞克他俩也是开车死死的咬住了他。李琼恩不是很理解刚才为什么要阻止他开枪，瑞克只能解释说，简迪斯在公民共和国的住处留下了一份亚历山大的档案，里面写着他们所有的信息。军官死了肯定会有人调查的，但上了头的米琼恩却不管这些，他就是要弄死这个酸萝卜别吃。至于什么档案以后再说。接着他一脚油门便追了上去，随即猛打方向，他想把简迪斯的车子撞翻，但简迪斯也不傻，直接松了油门落在了后面。这下好了，轮到他俩陷入了被动。这时米琼恩发现前方有个很急的陡坡，他没有丝毫的减速，直接将油门踩到底冲了上去，然后从侧方狠狠地撞向了简迪斯。简迪斯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被撞下了陡坡，生死不知。